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10万个为什么。今天继续学习第1章人体小奥秘第39篇。为什么整天什么都不做还会饿？当做完运动以后，我们会觉得肚子特别饿，这是因为运动时我们的身体用掉了许多能量，于是肚子里的食物进行消化吸收，转变成能量的过程加快，以便满足我们的需要。肚子里的食物减少了，就产生了饥饿的感觉。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即使我们整天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干，也会觉得肚子饿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食物被消化吸收后产生的能量，除了供给人体进行活动以外，还有其他的用途，包括维持人的体温和基本生命活动。维持体温是指我们吃的食物不断转化为热量，使体温始终维持在 36.5 左右。我们的身体可以进行各种活动，除了我们能看见的手、脚和身体的外部活动以外，还有我们看不见的身体内部脏器的活动，这些都是基本的生命活动。外部的活动是可以随时停止的，而内部脏器的活动却时时刻刻都在进行。如果他们的工作停下来，我们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，胃肠也不再蠕动，于是血液的流动就会停止，食物也不能进行消化、吸收和利用了。这样，维持我们生命的各种物质都不能到达全身的各个部位并产生作用，我们的身体就会因为缺少营养和能量而死亡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！因此，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，身体里的许多器官仍然在不停地运动。正因为要维持体温和基本生命活动，所以食物制造出来的能量会不断地被利用和损失掉。同时，食物变为能量后会逐渐减少，身体里没有了储存的食物，就会向大脑发出警告，使我们感到饥饿。另外，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的时期，能量还要提供身体的这部分需要，所以我们整天什么都不干，也会觉得饿，只不过没有做运动时饿得快而已。第40篇，为什么有些人睡着了会流口水？我们常常能看到有人在熟睡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流口水，不仅仅是小孩子，大人、老人也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口水其实是唾液的俗称，是由我们口腔里的唾液腺分泌出来的。它可以滋润我们的口腔及咽喉部等部分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会有口干舌燥的感觉了。在白天，唾液不断分泌，我们也不断地把它咽到肚子里去，不会让它流出来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意识来控制它们的。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，意识的作用基本上不存在，也就不能自觉地把唾液咽到肚子里，所以有时它就会不知不觉地流到外面了。当然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熟睡的时候流口水，因为当我们熟睡的时候，唾液腺的活动要比我们清醒的时候少得多，再加上我们无意识的吞咽动作以及嘴唇的封闭作用，唾液一般是不会流出来的。可是，如果我们不小心得了感冒，鼻子无法呼吸的话，口水就会不知不觉地流出来了。另外，若是白天工作学习得太累，晚上睡得过沉过熟，也会闭不紧嘴，而使口水流出来。
我们平时可能常会看到可爱的宝宝或是高龄的老人流口水。婴儿流口水是因为他们还不会咽口水，只是嘴里的口水一多，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。而高龄的老人是因为年纪大了，身体各个部分的机能都在衰退，口周的肌肉松弛，所以才会流口水，这都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。第41篇，为什么孩子长得像父母？从小到大，总是有人评判我们究竟长得像父亲还是像母亲。无论怎样，父母的音容笑貌、体态行为，甚至智力喜好、身体素质等，都在子女身上得到或多或少的体现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可以继承到父母的这些特征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让我们先来看看人是怎样生长发育的。个体的发育并不是随机的，从受精卵开始，我们就按照一套既定的程序在成长。比如，将要长成男孩还是女孩，血型是 A 型、B 型、AB 型还是 O 型，头发是黑的还是黄的，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。这成千上万个特征就是由这套程序决定的。记录这些程序的物质叫做基因。一个基因就像录音带里的一段磁带，这个基因决定的特征就像这段磁带能够放出的一首歌。一盘录音带里完整的一卷磁带就是一个脱氧核糖核酸，就是 DNA。这卷磁带再加上带核蛋白质，就构成了一个染色体。人体的细胞内有46盘这样的录音带，46条染色体两两配对，构成23对，其中22对染色体无男女差异，决定性别以外的其他所有特征称为常染色体。一对染色体男女不同，决定性别称为性染色体。同一个体不论年龄大小，也不论是身体的哪一种组织，每个细胞内的染色体基本上是恒定的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一个人正常的生活着，他体内数不尽的细胞，每一个细胞内都有46盘相同的磁带。当父亲生成精子时，23对染色体一分为二，每个精子中只有23盘磁带。同样，母亲生成的每个卵子中只有23盘磁带。精卵结合形成受精卵，这个受精卵同时拥有父母双方的遗传物质46条染色体。受精卵不断的分裂形成胚胎，每次分裂磁带都要再录制一遍，所以当我们出生时，体内每个细胞都带有父母给我们的46盘磁带，这些磁带放出5到6万首生命之歌。于是我们长得越来越像父母亲，因为这些歌都是父母曾经唱过的呀。第42篇，为什么有些人睡觉时会打呼噜？恐怕大家都饱受过别人睡觉时打呼噜的那种干扰。打呼噜可真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。打呼噜的人睡得香甜，可别人就倒霉了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奇怪的是，有的人睡觉从不打呼噜，可有的人刚躺下一会儿就鼾声如雷了。那么打呼噜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人体吸入的空气首先必须经过管道运输才能到达肺部，这一管道就叫做呼吸道，它是由鼻、咽、喉、气管、支气管和中末支气管组成的。这个管道可不像硬邦邦的自来水管，它的某些部分是有弹性的，可以弯曲变形，
所以气体通过呼吸道时会受到阻力。当气体经过鼻咽部时，常常受到口腔中叫做软腭结构的影响，因而增加了气流的阻力。特别是在入睡以后，软腭的肌肉松弛下来，更给空气通过呼吸道增加了阻力。打呼噜时发出的声音，就是因为空气从肺内出来，经过弯弯曲曲的呼吸道冲向松弛的软腭，引起软腭的震动而发出的声音。特别是在睡觉时，身体处于仰卧位时，头趋向胸部发出的声音更响。儿童、老人的软腭通常软而松弛，所以容易发出鼾声。要防止打呼噜，关键是要保持气流通过呼吸道时不受到阻力，畅通无阻。有人设计了一种脖套，像治疗脖子扭伤时用的套子，戴上睡觉，呼吸时空气就不会受阻而打呼噜了。朋友们，这次的10万个为什么就学习到这里，下次我们继续学习第43篇，为什么早餐很重要？第44篇，为什么睡觉前不能吃零食？45篇，为什么会抽筋？46篇，为什么天冷时跺脚能取暖？谢谢朋友们的收听，下次我们再会。